这样你接触这个运动多久？那它的乐趣在哪里？我今年接触飞盘是第5年了。那我觉得这项运动最大的乐趣在于团队的拼劲，还有大家一起互相合作的那种默契，还有热血，这个就是飞盘最吸引我的地方。学弟，那我想问你，你当初是为了什么想加入飞盘队的？因为我觉得飞盘那个丢正手，这样丢出去平平的飞，飞很远很帅。然后，欢迎持续透过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桃园的元智大学，一起欣赏113学年度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今天在5月11号已经进行完了所有的复赛的场次了，所以接下来就要进行到的是最后的季军以及冠军战。那接下来的季军战将由国北教大要来对上的是台湾师大。这场比赛依旧是由我周伟林以及我身旁的赛评威力吴承宪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赛评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就要进行的是这个今天的季军战了。那季军战的规则时间上面又跟复赛不太一样了。季军跟冠军战每一场比赛是会进行90分钟，那是打15分钟的，90分钟，然后打15分的赛制，然后中场是会休息5分钟的时间。是这场比赛的话，因为经过2天的比赛兼第3天的赛事哦，双方的选手体力应该都有一些下降，但是这次季军战，获胜队伍就拿到第3名。我们看到目前的场上白色衣服的队伍是国北交大，然后黑色的是台湾师大。是。好，来看一下，这是两边的先发。台湾师大是黄君志、廖宇彬、廖敏宏、廖鸿生、张家伟、涂宇谦、傅敬伟，另外还有庄家伟。国北教大是张廷瑞、陈新佑、苏博瑞、陈思翰、陈建宏、胡平以及7号的王义安。这是国北教大的场上的7位选手。好，这场比赛要准备展开了。这是本届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公开男子组的季军赛，由国北教大对上的是台湾师大。好，现在国北教大第一个开盘的是背号4号的黄君志。对。黄君志昨天打到最后一场也是全身抽筋，被救护车载走，看起来修复的不错。是，昨天还有被救护车载走，应该是在其他场地进行的比赛。是，那看起来他们晚上经过1个晚上的休息，现在身体状况都已经恢复了。是。好，公开男子组的季军赛，国北教大跟台湾师大的交手，而且看起来男生跟女生组这个对战学校都是国北教大，对上的是台湾师大。对，下一场女生的季军赛也是对，没错。刚传来女子组的另外一场4强是黎明技术学院打败了国北教大是，所以季军战男女子组都是国北教大对上台湾师大。对，那冠军战的话，台体都男女生都有进入到冠军战好，看看身着深色上衣的台湾师大这一波的进攻。因为场地的关系，所以第一波的防守国北教大还是祭出的区域防守，让他们背号0号的廖鸿生这个人高马大的选手去做一个 marker， 就是防止持盘者的一个动作。是好，陈思翰，精神队长，往后送，找32号的陈新佑。廖鸿生的身高有192公分呢，是在飞盘场上是比较少见这么高大身材的选手。对，192应该就是现在场上的第一高度了。是，这个白色上衣有0号的廖鸿生，192公分。
这波进攻已经进行了大概要2分多钟了。这盘往前传，应该有机会要得分喽，大概再一传就可以了。好，有跳到得分区域。好，双方确认没有问题，是顺利的得分哦。是，助攻的是背号32号的陈新佑，然后传给他们的精神领袖1号的张廷瑞，顺利拿下台湾师大的第1分。是。今天因为也都有受到雨势跟可能现场的这个线哦，可能已经被踩到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双方可能很常在得分之后都要再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有确实的踩在得分区域之内。这场季军战是台师大先取得点1-0暂时领先。那因为是打15分的赛制，任意队伍先取得8分，或者是比赛的大表进行到了45分钟之后，任意球队得分将会休息中场5分钟的时间。哇，现场不止雨势很强哦，其实风势也不小，所以气温哦，体感温度上面好像也比昨天再低了一点。好，开盘的是背号26号刘碧俊。现在白色浅色上衣的国北交大是0-1的暂时落后。哇，但这里发生了失误，有可能要让台湾师大得分了吗？哇，看着自己的手，队长曹宇宽没有接起来。Jeffrey 看一下，其实都已经几乎要接起来了，但是还是滑掉。我们看到黄君志也是很机警的去飞扑去做抄截，虽然没有抄到，但是也干扰到了接盘者的一个眼神啊。哇，一个长传，看有没有机会？还有吗？接起来，单手接到了。在线外还没有得分哦。对，所以应该还差一次哈，还差一拍。钟君任，好，再往后退一点点，找黄君志。好，应该有得分了，没有问题。找到他们的精神队长17号的庄家伟得分。黄君志这一个飞盘处理的相当细腻哦，得分助攻得分之后也是非常振奋。两队战成了1-1的平手。比赛进入到第6分钟，两边战成了平手。我们看到黄君志还有带了一个毛巾到场上去哦，因为场上有时候扑下去的时候，眼睛或者是脸上会有些泥土，对，会造成视线上的一些阻碍。那他是把他的毛巾夹在他的裤子的后方。对，没错，我们看到有些选手也会这样执行哦，在天气比较不好的情况之下，有些人会拿毛巾也起来擦一下飞盘的，在他出手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的泥泞。是。好，国北教一样祭出的是一个区域防守，透过他们192公分的廖上哦，廖允彬，对，廖鸿生不好意思，廖鸿生，20号廖上，他的球衣上面写的是廖上，对，好去干扰持盘者的一个传盘的视线，在飞盘场上你可以去干扰他的盘线，然后视线，但是您不得用手去遮住人家的眼睛哦，这是规则上面是有明文规定的，所以遮眼睛不行，遮眼睛不行。对， okay. 如果遮眼睛的话，那个进攻方向海豚 Vision 就是一个视线的一个犯规。OK， 好，这就跟篮球场不一样了。对，篮球场可以用手去遮到对方的脸上。对。好，陈思翰再往后传到盘的另外一侧。再回给陈思翰，其实刚刚有队友是没有防守者的，但是没有传到那个地方去。场上的防守方喊了一个走步的一个违例哦，就是在出盘前，然后脚步就已经离开了。对，
料场一直紧紧贴着进攻者。哇，这样这对进攻来讲，真的会觉得很别扭哈。哇，这个长传还好 OK 哈，对，没有有点被惊险，没有被对方拨掉。对，区域防守就是希望说对手可以传成这样一个长距离的颠倒盘，或者是长距离传盘，让弱边的防守者有机会去做抄截，算是他们布出的一个陷阱。好，跑起来，台师大应该就差1拍或2拍了。陈信佑再给陈思翰往后传，拉到空间的右侧，接起来就得分了，没有问题 ，touchdown。张廷瑞的一个 scuba， 找到了背号90号的苏博瑞，顺利拿下第2分哦。是，看一下刚刚的这个得分，出手也是很快哈，直接找到了前面其实已经有偷跑到得分区域的队友，2比1。现在看得出来，场边国北教大的区域防守的前面3位选手体力都有点比较辛苦一点哦。双方登陆选手也差了8位，国北教大14，然后台湾师大有22位。所以台湾师大的板凳是比较多人可以使用的。2比1。黑色上衣26号的刘碧俊，因为他是有戴着眼镜的现在因为这个有下雨的影响，他的镜片上面应该也都是雨水。来看刘碧俊的开盘，这开盘的出界，进攻方举手，把飞盘拿到出界发盘点，继续进攻。现在国北教大又是落后1分的暂时落后。好，盘上面刚其实也沾了一点点可能泥土选手也把它放在地上，用水把它给冲洗掉。进入到第11分钟，准备要进入到第11分钟。好，3号的是他们的队长涂宇谦，对战。好，看起来现在防守方台师大是采用1对1的防守。好，想要做一个 give and go。看起来国北教大这边就是3位的控盘选手不断的倒传，往前传就一个，喊出了一个犯规哦。对。25号的钟俊任，他比出了一个犯规的动作，他觉得好像应该是好像被对方推了一下嘛。对，被台师大的选手背号12号的邱子燕稍微推了一下。双方也没有问题，就是确认一下有犯规这个行为。所以有犯规的情况之下，双方现在正在确认是从哪一个出盘点开始。好，那观察员其实也在旁边，就看场上有没有取得共识。准备要进入到第13分钟。好，双方确认没有问题，就从目前背号2号的涂浩哲这边，抱歉，涂宇谦这边。涂宇谦也是国北交大的队长，背号3号，现在持盘的选手。他的背号后面写的 TU 就是他的姓氏啊，图图。
涂宇谦，好一个涂宇谦，哎，这拍传的不错哦。哇，漂亮，找到了他们的精神队长17号的庄家伟得分。哦，黄君志这场比赛第2个助攻哦。涂宇轩一个 backhand 的 break， 黄君志在一个跨步甩过了防守选手严恒，然后找到了他们的精神队长庄家伟。对，今天应该是2分都是庄家伟得到的嘛？对，2分也都是黄君志助攻。哇，这样的组合。台湾师大如果有发现的话，其实可以更针对性的防守哦。两队又回到了平手的局面，2-2。进入到第14分钟，好，由背号10号的黄君志来做开盘。对。应该已经出界了。那也因为季军赛跟冠军赛时间是比较长的，现在的状况真的对选手是一个非常严峻哦，意志力上面的大挑战。2-2的平手。陈思翰，好传出去了。看这个颠倒盘，有接起来，找到王义安，背号7号。哦，张廷瑞一个 Scooper。所以 Scooper 应该也是颠倒盘的一种。对，比较短的我们会称为 Scooper， 长一点的会叫做 Hammer。是。好，我们看到场地现在到了进攻方的右场，对，已经越来越靠近自己的得分区域了。哦，可是国北的区域防守还是让台湾师大不是那么容易的往前做进攻哦。再找32号的陈星佑，陈星佑颠倒盘往前传，应该就差一点点距离了。胡平50号再往右边送。就差这么一小拍了，应该是跳进去的、哦，防守方也直接跟他比哦，应该还没有得分呢、哦。好，把空间带开，因为感觉刚进入到一个死胡同哦，每一个地方都被防守方给占住了，所以没有办法得分。好，这边好像也是被防守方给贴满了。哦，双方确认还是拿定哦。对，应该还没有到得分区域哈。5号的陈思翰，陈思翰，好传出去，哎呦哎呦，差一点走步，应该还需要再推进一点点码数哈。好，没有问题。对，千辛万苦哦，终于得分了。台师大取得了第3分。哦，其实双方不管是进攻或防守都相当有耐心哦。看到台师大这一波的，虽然面对国北要他们的区域防守，但是一片一片的短传，没有更好的机会，就是先往回，然后找到更好的一个出手点哦。其实也很有耐心哦。对，区域防守最怕就是没有耐心，然后你为了想要一片的突破，导致一些长传的一个失误。3-2。两队现在场边也都有各自的这个女生组的选手在旁边加油。
因为他们学校的女生组也同时是进入到了季军战，他们也是下一场的对战组合。26号的刘碧俊，由刘碧俊来开盘。比赛已经进行到了18分40秒左右。哇，国北这边发生了一个失误哦，沿河那个长传也发生了失误，被对方给拨掉，被3号的队长涂宇谦给碰掉。1分差距，黄君志。好，看看这一次远距离的传盘，有机会得分吗？跑方往前排，应该是没有落地哦，没有落地，没有落地，没有落地，一个好盘哦。对，哇，精彩的传盘哦，找到了背号8号的廖宇彬 ，touchdown 得分。哇，这一盘非常非常远的码数哦，跑锋一路的往前冲，防守方其实已经拼尽了全力了，差一点点就可以把这一盘给拨掉。廖宇彬用他的左手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接到飞盘哦，而且顺利在底线前落地。哇，这一分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场上好像又针对这一片的飞盘有一点点的争议吗？看起来好像两边都还在讨论中哈。对，现在讨论的应该是刚刚接到飞盘的，接到飞盘再落下来的廖宇彬。那双方确认没问题之后，最后以确认国北得分哦。对，3比3。好，所以有得分呢，没有问题。在刚刚大概应该是大表第19分钟的时候。国北交大本场比赛的目前的3分助攻都是由背号4号的黄君志拿下。也算是阵中可能很常可以助攻给选手得分的主力选手。对，3比3。好，现在场上穿着黑色外套、戴着帽子的是他们国北交大的大学长廖彦宏哦。黄君志的开盘，两边又形成了平手，3比3。陈思翰，好，这盘传出去了。一个颠倒盘到弱侧边，找7号的王义安。好，两个假动作之后，再回给王义安。近距离的传盘是不是有先掉了？但是还是应该前面有先接触哈。对，身体上防守方有接触到进攻者。弱侧边的区域防守的大脚位置应该要有人防守方埋伏哦，不然很容易就是被进攻方直接一个大脚传盘，导致一个码数的推进。陈思翰，好，把空间带开。因为这个廖赏192公分，廖鸿生，他的防守也是还蛮黏的哈。哦呦，差一点跌到。哇，迟迟无法把飞盘给送出去。
哦呦，单手接起来，还好没有发生失误。哇，这个也是很惊险啊！很惊险哦，非常非常的惊险。还好胡平有接起来。现在几乎盘在哪里哦？这个廖鸿生都可以出现在进攻者的身体附近。好，往前传有接到，好，空间带开了，应该再几拍就可以得分了。接起来没有问题，台师大攻下了第4分，最后找到的是他们90号的苏博瑞得分。好，他看到台师大他们破区域防守的相对有耐心，最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得分机会。找到了90号的苏博瑞，4比3。看得出来双方的防守策略比较不一样哦。国北教大会持续使用区域防守来放慢台师大的进攻的节奏哦。台师大的防守策略是以人盯人为主，那国北教大会用他们的速度以及长传能力想办法取分。4比3的1分差距。好，国北交大刚也是由他们阵中算是主力的助攻好手黄君志来发动攻，来跟所有的选手来做提点。哦，现在台师大改变了防守策略哦，因为刚刚前3分都被黄君志很快速的长传哦，对，所以他们现在变成是用区域防守来压迫国北教大的一个进攻的路线，对，尤其是这个刚画面上带到4号的黄君志，应该会是对方严密看防的对象。好，找到黄君志，哦，黄君志突破还是相当漂亮哦，那传盘的稳定性相当高，而且他很常会用可能重心的转移哦。看不管是高的还是低的，他都没有问题。哦呦，接起来，哇哇，非常非常的帅气。哎呀，还是发生了失误。啊，那这是黑色上衣台湾师大的机会了。台师大现在是领先方。哦，场上有个 Pickle 在喂食盘者的部分有一个阻挡的状况。刚刚有犯规的出现。哎呦，哇，很惊险！空间带开，有机会得分吗？跑锋没有办法接到啊。我们看到每个选手的拼劲都十足哦，整个白色的球衣都变成是灰色的，尤其是刚刚跑锋，其实已经接起来就得分了，就是差那么临门一脚。哦呦，这一传要小心哦。哦，在出盘的情况之下有一个犯规哦，所以后面的接续动作是不算的。盘权再回到了国北教大出盘的选手位置。哦，黄君志还是可以突破一个长传，哇，很可惜啊，很可惜哈。刚这一传就难度特别的高了。盘权又回到台师大手中，4比3。哦呦，哇，还是落地了，哇！那国北教大现在有机会得分吗？非常靠近自己的得分区域哦，3比4，1分暂时的落后。
黄君志看看这一盘有机会传到位吗？没有问题，又是他的助攻。哇，今天的4分得分哦，都是跟黄君志有关。哇，刚刚这个传盘看一下，黄君志飞盘在空中画出了美丽的弧线，哇，像是一个香蕉盘一样啊，香蕉球啊。4比4的平手。准备要进入到第29分钟。好，国北教大又把他们的背号0号廖鸿生派上来。这一分的防守可能又是区域防守。看起来廖赏就是做防守组的工作了，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对，因为他的盘龄目前只有2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从那个刚开始的初学者，我们会让他先从防守做起，因为毕竟进攻的传盘以接盘跟跑位的战术，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做练习。哇，盘龄只有2个月哦，就来参加这次大专杯，但看得出来他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对，他身材条件在我们运动界来讲是相当非常优秀的。对，这个192不管是打什么项目，应该都是还蛮吃香的。对。4比4的平手。其实国北教大跟台湾师大他们平常都会一起做一些练习。另外他们如果人数不够的出队比赛，他们的队名叫做和平东路啊，因为2支学校都在和平东路上，对，所以他们有一起的球衣叫做和平东路的队伍。是，只是看是和平东路几段而已啊。好，这个颠倒盘有接起来。32号陈新佑，好，这盘终于传出去了，给到陈思翰。刚刚听到场边线的时候，旁边的国北选手说：“包，好，就是我们要在边线用多人的包夹方式，让他们传盘的选手不好出盘哦。”但这时候进攻方就必须可以往后一点，然后回到中间，让打弱侧边是比较有进攻的机会。是，好，再找32号陈新佑。这盘有接到哦，有机会得分吗？应该是有了，找到了90号的苏博瑞，再度的得分。苏博瑞今天也接获了队友的助攻哦，得到了不止1分的分数。5比4。进入到8分的那一支球队，应该说先得到8分就会进入到中场休息了，还差3分。对，如果上半场没有任何一支队伍得到8分，但时间到达45分钟，也会进入中场休息。这个赛制跟我们这2天看到的预赛及复赛比较不太一样哦。到了季军战及冠军战，时间都会比较长，打90分钟15分制。好，这位背号26号刘碧俊，应该就是台师的一个发盘手。对，每一次的防守都是由他来做开盘。好，刘碧俊开盘开过去，国北教大现在又是落后4比5，1分差。黄君志的中间突破还是非常的犀利。对，好，又给到了今天已经传出4次助攻的黄君志的手中。黄君志往后传，可能进攻发动还是要由他来开启。哇，现场的风势又更强了。黄君志，他的背后写的是 HJZ 哦，就是他的3个名字的缩写，英文名字的缩写。好，都有确实的接起来。几个假动作，黄君志看看这一个颠倒盘，
有点危险哦。险哦，哇，发生了失误了。毕竟防守方其实也已经站在了这个得分区域选手的旁边哦。对，刚刚看到是2位防守方去夹击一个进攻方哦，这样对进攻方而言是相对比较不利的。因为进攻方必须要掌握飞盘，而防守方只要把飞盘干扰到落地就行。而且其实只要碰到，其实就 OK 了。对，因为碰到就有可能会造成飞盘的盘向而转变。是。台师大现在是领先方，有机会再添保险分吗？好，看看这次的正手传过去，有传到位，那应该就差1、2拍喽，还需要1拍。邱子燕再回给，还在左侧回到中间，哇呀，又滑掉了，非常非常的可惜哦。就已经踩在了得分区域内了哈。对，这个没有接好，真的相当可惜哦。防守方其实已经被甩在他后面了，而且防守方其实也滑倒了。好，现在场上国北教大喊出了上半场的暂停。是。好，那每一队呢，在每个半场会有2次的暂停，暂停时间依旧是60秒钟，只是这个暂停次数就比预赛跟复赛各加了1次了。其实善用暂停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毕竟国北教大他们的人数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如果运用暂停，然后能够缓解一下场上主力选手的体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好，两边的选手应该彼此是很熟悉的，之前他们是和平东路代表队嘛。对，那我们看到场上的选手他们会在拍手的原因，是因为其实2支队伍的讨论战术的位置非常接近哈。他们正常我们都会把场上7个人画在中间，旁边人负责拍手，不让对方听到我们战术的下达。所以这个拍手其实是有特别的目的的。对，有些队伍还会唱歌，去干扰对手这样子。所以飞盘运动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项运动赛事哈。像平常我们到国外去比赛的时候，有时候被得分或得分之后啊，其实我们会跟对手击掌，就是彼此鼓励一下这样。比赛进入到第36分钟，暂停结束，比赛开始了。现在国北教大一样由黄君志持盘来破台湾师大的一个区域防守。黄君志在比赛中持盘的时间也很长，而且多半可能他送出去之后，队友也会很快把盘再送回给他。对，因为他是场上应该是相对稳定的控盘者哦。黄君志受到对方严密的防守，还是把这一盘给传出去了。找到队长涂宇谦跟黄君志3号、4号2位选手，就是用 give and go 的方式来突破。对，一个 scuba 找到队友黄君志，前面跑锋已经有人偷跑了，但是传的不够大力哈。有先落地吗？好像双方没有共识哦。对，我们请让场上的2位选手自己讨论哈。对，我们看一下重播画面，是，好像。非常接近几乎接到的时候，好像同时是在地面上啊。其实刚刚看到国北教的选手往前传这一片的品质没有到那么理想，有时候有机会的话，可以让黄君志再回头去接哈。看这个重播的画面，他的右手是在下方啊，但不确定盘是不是先落地还是手先接到哦。好，现在好像观察员也要介入了哈。双方目前没有共识，就回到上一片哦。所以现在看到这个戴眼镜的选手背号69号的叶梦哲，黄君志在他身边，他如果把盘回给他们的主力控盘选手，其实对他们的推进是比较有帮助的。
毕竟今天球队的4分都是黄君志传出的助攻。好，应该要找黄君志了。好，黄君志持盘，往后送，空间带开。黄君志，看看这一盘有机会传到位，哇，5分都是他，哇，场边显得相当的兴奋啊！这摇铃已经摇到冲到场里面去了。对，大学长赖彦宏非常兴奋哦。这个黄君志这一个反手的 break， 找到了左侧方的队友。对，太精彩了！再来看一下。哇，而且传的这个速度跟准度都非常的好哦。没错，5分都是他所传出来的助攻，5-5的平手。我刚刚得分之后，黄君志到场上先稍微休息一下哦。先让防守组上去来做一些对于台湾师大进攻的压力。对，所以飞盘运动也是有进攻组跟防守组啦，其实跟美式足球是真的非常的相像。是，但我们都会说，防守组的选手还是要有一些控盘能力，因为你有可能，廖宇彬那个飞扑超节，台湾师大这边是喊出了一个犯规哦。对，好，看起来应该画面会说话，看看哦。这个赛评你认为？相当接近。那双方确认可能是有犯规，所以比赛继续哦。是盘存在台湾师大的身上。哎呦，往后传，哇，场上已经非常多的地方都已经是这个有水坑了哦，大家有是不是掉了？台湾师大今天少见的失误产生哦。对啊，哇，那这是国北较大的机会哦。哇，国北一个 high release 又被抄走。蛮可惜的哦，没有把对方的失误化作进攻的机会。好，单手接起来，还拿定哦，还没有硬了，再一拍接起来就得分了。找到应该是50号的胡平。我刚刚国北教大没有把握台湾师大本场比赛难得的失误转换成进攻得分哦。所以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虽然有分进攻组跟防守组，但是在整支防守组的队伍上面，还是必须要有几位是能够有控盘能力的选手哦，不然你转换快攻的时候，对方失误，你还是没有办法得分，这样蛮可惜的。台湾师大攻下第6分。刚刚台湾师大的教练穿着黄色雨衣的魏世杰，跟大会这边确认一下上半场的时间。在上半时间还有最后的3分钟，以目前的比数，应该是以时间到达的45分钟会进入中场哦。对，可能这个几率是稍微高一点哦，比起得到8分进入到中场来讲。对，那目前看起来他们是台湾师大这边也喊出一个暂停，来组织上半场比赛，可能是最后1波或2波的进攻机会。各队每个半场有2次的暂停，一个暂停一球是60秒钟。当然，这个暂停也会让国北教大这边人数比较少的队伍有个喘息的机会哦。好，讨论好方式进攻策略之后，喊个声哦，让他们这次的进攻是比较有成果的。是。也提升一下自己团队的士气。目前还是看到国北教大的
4号的黄君志，然后8号廖允彬，包含了队长涂宇谦以及精神队长庄家伟这4位哦，应该都是国北交大的主力选手。对。进入到了第43分钟，还是请他们台湾师大的26号刘必俊，他们的开盘手来进行开盘。刘必俊他的眼镜已经刚全部都是雨水了。来看刘必俊的开盘。哦，因为国北这边还有选手在绑鞋带。好像还没有绑完哦。好，这个开盘其实码数也蛮好的。也出界了。所以队长涂宇谦把手举起来，从出界发盘点开始。那台师大现在还是摆了一个331的。他们现在又做的有点类似 box one 哦，因为他们让其中一位选手去防止他们黄军志去做进攻接盘哦。对，就是类似篮球的 box one 的一个区域防守战术。box one 就是一位的防守者，他就是紧紧贴着对方的主将了，就等于有点用牺牲打的方式哦。对，如果有看过《灌篮高手》，就是他们会让三井寿被一个长谷川一志哦，紧紧的贴着。是，那现在黄军志是完全的被台湾师大的贴着不让他接盘哦。对，这是一个画面的右下角。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因为毕竟黄军志是他们本场比赛5分都是由他助攻的。没错。这19号的蔡品义哦，就是完完全全的一直贴着4号的黄军志。发生了失误哦，国北交大。但是好像已经要45分钟了。对，所以这一分打完就会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哦。是。一个长传在空中滞留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发生了失误。场上黄军志透过自己的抄截拿到飞盘哦。对。黄军志很快往前送。黄军志在画面的右下方哦，还是一样被防守的紧紧的黏着哦。但他还是必须要有一些跑动出来做一些接盘的机会哦。找队长涂宇谦。两队今天其实直接快速的快攻得分是比较少的。对，因为双方都祭出一些区域防守，能够长传的机会相对是比较少。但其实后防还是有一些空档的队友是可以尝试看看的。依旧是6比5的1分差距。跑起来。好，刚刚应该是有走步哈。对，所以8号的选手把飞盘往后走个2步，是再回到了对手认为的接盘的点。对。好，再回传。廖允彬。找到了陈依林，对，然后给允彬。场上好像又有状况了41号的严腾认为场上有 pick out 的产生哦。对，好像是有推挤嘛。他认为他被廖允彬稍微阻挡了一下。从0秒开始哦。我现在真的是完全看不到黄军志的身影哦。对，因为被对方的选手1对1的紧紧的贴着。国北交大现在是1分的暂时落后，而且盘都几乎没有办法传到黄军志的手中。黄军志出来接盘被喊了一个犯规哦。对。现在蔡品义跟黄军志在做讨论哦。对。
因为毕竟接飞盘跟抄截都是一瞬间的状况，那双方没有共识之后，就是会回到上一盘，双方握个手。是。也比较少在任何的比赛场上看到双方握手了哦，大部分都是比赛结束之后才握手的桥段。对，飞盘运动应该是在比赛中握手最频繁的一项运动了，因为很多选手都说，其实飞盘运动是个蛮绅士的运动。对，不管场上在打怎么激烈，但是都会互相尊重对手哦。是。涂宇谦，好，队长持盘。廖宇彬，台师大这防守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哎呀，发生了失误了，台师大的机会来咯，空间带开，有机会得到这一分，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吗？邱子燕，哇，这个接盘的失误啊！于秉哲99号，好，黄军这个长传，后面已经有人偷跑，有没有机会？哇，看起来是没有啊。哇，但这个意思非常不错哈。可惜25号的钟俊任，他也拼尽全力了，但是两个人没有连上线。你刚刚国北一直被压在后场哦，现在把盘传到前场，其实如果台师大在自己的后场失误的话，国北是更有机会进攻的。上半场已经经过了将近50分钟的时间了，双方体力应该已经到了一定的临界点了。对，黄军这个抄截哦，没错。盘又回到国北交大手中，接起来就得分了，没有问题了，6-6战成了平手。在这个僵局，最后是让国北交大攻下了第6分。来看一下刚刚的得分，又是靠着他们几个短传队长的涂宇谦哦，助攻拿下这一分，比赛6-6。好，所以6-6就会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会休息5分钟。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好，欢迎再回到113学年度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公开男子组的季军赛，国北教大跟台湾师大要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了。两队在上半场打完是6-6的平手。刚刚赛评威力是不是觉得好像下半场这个防守上面台师大的改变，会不会决定这场比赛的走势呢？其实刚刚我们看到整场比赛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采取一个区域防守或人盯人都无法去抑制黄军志的接盘哦，所以台师大刚刚变成是1盯6区的情况，让黄军志不容易接盘，确实受到了蛮好的效果。但最后还是透过黄军志的一个突破，接到飞盘找到队长，然后做到第6分的得分。下半场比赛，我认为有可能台湾师大会持续用相同的模式做防守策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片的开盘，因为这个basket就叫1盯6区哦。对，这个其实我们在飞盘场上相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都还是会习惯用一定的区域防守的能量，去让整体7对7的去做压迫。但现在看起来台湾师大还是一样哈，做一个1盯6区的部分，前面3个像是一个碗，我们叫 cup 的一个防守方式，然后19号的选手蔡一鸣蔡品义，对就是持续的去盯着黄军志他今天的工作看起来就是盯到黄军志盯到下班这样子。是。那这个1盯6区有什么样的缺点吗？缺点的情况之下，就是如果你的防守黄军志这位选手的不管是体能速度没有进攻方这么的优秀的情况下，还是很容易被单点的去突破哦。是。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进入到57分钟了，6-6的平手。因为国北教大还是有其他的选手是控盘能力是不错的，所以其实黄军志大概需要突击个1次到2次就有机会把这个分数拿下来哦。但是台师大这边的防守的策略可能需要再给国北一些压力。找到12号的陈奕霖，哇，要找黄军志的时候，盘已经先掉了。对，这片其实黄军志突破之后，防守在身边，不一定要给做个假动作，可能弱侧边会有个更好的一个队友接应。好，台师大把盘权拿回来。台师大场上目前还是以防守组的选手为主哦，所以现在就是刚刚提到的，防守组还是必须要有一些选手是可以做一些控盘进攻能力，才有办法拿下这个分数。来看看这个长传的弯盘，有机会跳起来单手接，哇！刘碧俊单手接起来，用他的惯用手左手为球队拿下了第7分。下半场比赛第1分是用这样的士气打起来哦，对于台湾师大是非常有利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同步画面。哇，在空中再度画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其实2位选手都已经就定位了，只是刘碧俊早跳了1拍，然后顺利的拿下本场比赛第7分。哇，在刚刚这个第58分钟得到了关键的分数之后，所有的他们的选手都冲进到了场内了。哇，现在看起来士气是导向台湾师大的那一方应该说气势是导向台师大那一方了，7-61分的领先。好像下半场是换人来开盘哦。对，因为刘碧俊刚刚得分之后现在在场上休息。他们防守组大概应该只换了1到2位选手还是一样用1盯6区的部分。但现在国北教大把盘子再回到了黄军志手上。对，黄军志往后送，给到队长胡宇谦。哎呦，又一个失误哦。结果钟家伟没有接起来。哦呦，还好有接到。陈思翰再回给，在国北教1对1的防守，还是在右侧路做进攻，一个反手的 break 突破到中线，再回到场地的左侧边。是
一个反手 break，跑起来再度得分哦。哇，看起来真的是台师大士气越来越高昂了，攻下了第8分。对，这个国北的防守策略可能稍微的需要调整一下，因为他们现在还1对1的情况之下，不断的他们想让对手出正手盘，但是不断的被反手突破哦，让后面的防守者几乎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干扰。哇，下半场大概10分钟，台师大是一个2-0的攻势。但比赛时间还有很长的时间大概还有29分钟，所以其实对于国北教大还不用心急，但是必须要先把他们进攻的稳定度拿出来。8-6，台师大现在有着2分的暂时领先。比赛已经进行了61分半。林博如来开盘，哇呀，没有接到啊！哇，这是黄君志的接盘的失误哎。对，这个伤害是非常大哦。对，哇，差一点点。周绵威67号。他是左手持盘，但是这里也被对方给拍掉。国北教前面有个偷跑，对，黄军是一个长传，这个长传有机会得分吗？跑锋一路的往前传，一路往前冲，往前冲，往前冲，接起来没有问题。哇，这一分非常漂亮，一个转换快攻的时候，前面一个跑锋背号17号庄家伟精神队长拿下了这一分又是靠着黄军这一个长传，对，顺利拿下本场比下半场第1分。哇，这一传也是码数非常非常的远呢。哇，所以真的关键人物还是黄君志哦，还是必须要靠他。本场比赛第6次的助攻哦。好，我们看到背号0号的廖鸿生上场了。看起来又是要祭出区域防守啊。8-7，又回到1分差。现在这个国北教大白色的浅色球衣已经都变黄色了。由背号8号的廖颖斌做开盘。是。哇，因为有一些风势的影响把这个飞盘吹到了场地的右侧边。台师大并没有确认举手之后回到了出界发盘点。对，如果在边线被区域防守包夹的话，其实是比较不好进攻的所以他们可以选择出界发盘点比较前面出界发盘点的位置，或者是刚刚比较前面出界的位置做进攻。台师大现在剩下1分领先，防守组现在亦步亦趋的盯防着。哇，空间迟迟没有办法拉开这个4位的防守选手守得非常的好。是不是前一拍在传导的时候有身体接触吗？前一拍他们应该是认为时间到，但是现在确认之后盘已经出手了。OK， 好，现在就继续进攻。好，这个台师大要赶快突破一下，因为现在一直被这个廖鸿生人高马大廖鸿生去做一些防守的干扰。是。我们现在场上看到一些争议，就是廖鸿生虽然是唯一一个防守持盘者，但其他的防守者不得距离持盘者在3公尺之内。是这样会有个 double team 违例的问题。对，这个颠倒拍，有接到7号的王义安。好，有接到，所以进攻继续。我刚刚那个接盘是1颗星2颗星，还好最后接到了。对。哇，这个传盘有点不理想有点大意了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 wide open但是它直接传到地板上去了。看一下，
对，张廷瑞这一盘想打一个正手的一个 outside in。啊，现场看起来是国北交大喊出了一个暂停哦。下半场比赛2支队伍以上是各2次的暂停，一次暂停有60秒的时间。国北交大人数比较少的情况下，可以透过暂停来缓解一下场上主力选手的一个体能啊。另外就是因为他们刚刚是防守组守下来了，现在透过暂停，看看组织一波进攻会不会让比数可以有机会扳平。等于各队在这个下半场也都有各2次的暂停，一次是1分钟，所以这个领先方或者是落后方哦，因为这个等于如果各队2次的暂停喊完，就这个4分钟就没有了。对，没错，这也是一个时间上面可以运用的一个制度哈。对，有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是领先2分，准备进入中场的时候啊，我们会把暂停喊掉，因为剩下1分钟，暂停结束，比赛就整个结束了。有的时候保留那个最后一次暂停在什么时候使用也是相当关键。8比7的1分差距。好，飞盘比赛暂停结束之后，是由进攻方先站好位置，站好位置之后，他就不得做任何的移动。那防守方可以按照进攻者的进攻布阵来做防守的这些策略。好，由3号的队长涂宇谦持盘哦。是。好，涂宇谦，好，远距离的传盘，有机会接起来吗？这个是哪边碰出来的廖宇彬啊？本来以为要发生失误了，结果廖宇彬一个箭步往前冲。看一下后面的这一盘应该是被对方给拨掉了。对，应该是前面的秒数应该已经快到达10秒了哈，所以先往后传，至少如果失误的话，会是比较距离对方得分区比较远的位置。这个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哈。对，如果我在前方就已经被，看一下前面目前选手好像有一个受伤的情况。在记录台的前方。对，应该是国北交大的选手。他们这个选手受伤下去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重播的画面。是在这边呢。是不是脸刚刚可能跟对方的脚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哦？对，也透过这个伤停的换人，把他们的正中的背号4号黄君志再换到场上来哦。台师大的进攻，比赛要进入到第69分钟。好，应该刚刚也是有一点点接触。掉了！哇，这场季军战双方真的是你来我往的一些精彩的镜头啊。对。张廷瑞认为他是被犯规了，然后双方确认之后，从张廷瑞的位置开始。而且这场比赛的接触也非常的频繁哦。对，其实会建议廖赏其他其实人高马大，他也稍微退个半步哈，其实影响的空间会更大。你贴的反而比较紧，进攻方其实很好突破你的防守。毕竟他的盘龄是比较短的，只有2个月而已。哇，这个6球把盘全回到了国北交大。对，陈思翰刚这个6球发生了失误。这种盘应该是平常都不太会发生的，但今天的气候状况导致选手没那么熟悉哦。好，现在盘权又来到了由国北交大黄君志的控盘哦，他来组织一波防守组的进攻。现在是苏博瑞在防守他。但是好像也掉了。哇，是不是他的脸先？他的这可能要场边的选手帮我拿个水帮他洗一下了。他现在不止衣服跟裤子，他的脸应该是刚直接着地了。而且直接被泥土给全部都溅满了整张他的帅气的脸庞啊！
他可能认为他在扑出去的情况之下有被防守者一些干扰。嗯。8比7的1分差距。哦，双方没有共识的话，可能会请观察员促请裁决哦。嗯。看起来应该是要让观察员来处理吼。好，最后双方确认之后是回到上一片，所以好像多半都是在可能双方有争议的情况下，很长就是因为没有共识，就是回到上一洞。对。我在钟家伟找到了黄君志，对。黄君志，钟家伟，呀，但是掉了。盘权又回到台师大手中，要进入到72分钟。哎，这盘传得不错哦。好，场面一直大喊包。好，到了边线这个地方要想办法包起来哦，对于防守方是比较好的。现在看起来，廖鸿生都还是守的还蛮贴近进攻者的。对，其实他可以推，哎呦，很惊险哦。所以威力给他的建议还是可以稍微再退个半步，哈。对，以他这样的手长，其实退个半步也是很有威胁性。让如果在篮球比赛当中啊，发边线球最后1分的时候，会请队伍中比较高大的选手去防边线的选手，也不会直接贴在边线，也会稍微退个半步，其实影响的范围会比较大一些。是，这是他未来可以再去精进的地方。哦，一个颠倒盘到弱侧边，哦，国北的弱侧边确实没有人去做一些超级的动作，对，这样其实让台师大的进攻会比较轻松。张廷瑞往后送，再给张廷瑞，往右边传，好，空间出现了。有机会得分吗？接起来，哎呀，但是掉了。50号的胡平，哇，这一分其实应该是可以稳稳的接到在线前面，再做第2波进攻的哦。但是胡平可能太想要的跑进去得分区，然后没有接稳的情况之下就掉盘了，非常可惜啊。哇，最扼腕的就是你已经踏在了得分区，但是你飞盘没有接稳啊。对，这一分从你的手中溜走。现在胡平守到黄军志对他这边是个 mismatch， 所以黄军志应该有更好的进攻机会。看看这一盘往前传，有单手接起来。但场上好像又有一些状况哦。看起来是防守方认为一个 offense foul 哦。我们看一下这个重播的画面。他是不是觉得他左手是不是有伸出来啊？对，左手可能压到他的右手，但是进攻犯规是在平常飞盘场上比较少见的。所以可能要请观察员来处理吗？因为陈星佑一直都还是觉得陈奕霖刚应该手有碰出去哦。双方没有共识，没有共识，看起来就回到上一洞了。对。但黄君志的传盘依旧是相当的有威胁性。比赛最后的15分钟。所以看起来就是决战这15分钟了，因为要攻到15分，应该难度有点高。是因为这场比赛到了下半场的一些扣也是比较多让整个比赛打打停停的情况。再加上还有伤停，所以花了一些时间。
黄君志再一个长传，好落地了。廖长可爱廖长做哦，假动作啊，非常可爱啊。他落地之后，然后他趴在地上，然后把飞盘给捡起来。啊，场上那边在出盘的位置又了一个双方的一个争议哦。所以比赛又因此延宕了下来。看起来还在沟通中哦。哦，听到旁边的台湾师大教练说，胡平退一步守哦，就是刚刚讲的退一步，其实干扰的区域会更大一些哦。看到直接找到队友涂宇谦，好，再找庄家伟，黄君志持盘呢。现在台湾师大手的 force middle 就是到两侧会让他们的对手把盘往中间倒哦，不让那么轻松的往两侧去做进攻。黄君志接盘了，哦，廖上再回给黄君志。现在 force backhand， 哇，又是一个场上的争议哦。所以比赛又停了下来。场边喊说不要抽筋了。哦，因为毕竟第3天的赛程呢，这一场比赛也是两支队伍最后一场比赛了。对，我相信选手都卯足实力。对他想的话，他也希望不要抽筋了。哦呦，跳起来，哇，已经整个人滑到了跑道上面了。落地的时候在界内，所以比赛会继续进行。是，黄君志这一拍，但是被对方给碰到。哇，好像场上也发生了失误哦，台师大。哇，但是他现在还倒在地上，对，有可能抽筋了哈。对，哦，这也是看到黄君直接跑过去关心一下对手哦，好像是他的右脚应该是抽筋了。对，可能看起来大腿的位置。所以应该要换人哦。看一下，我刚刚其实因为他跑了很远的距离，但是没有办法接到，然后在落地之后应该是脚抽筋了。哦，这个可能看起来暂时无法自己起身哦。现在是这个又湿又冷哦，然后又有抽筋。我画面上看到的是台湾师大教练魏世杰。所以有时候也会看到像刚刚教练这样带着一个算是小蜜蜂的麦克风。对，毕竟我们场上也是比较大的，嘈杂一点。对，也比较大。有时候传达的时候用喊声的方式，可能也比较嘈杂一些哦。好，刚刚伤退的选手现在已经被抬出场了。好，时间依旧是1分1秒在走哦。好，双方确认了一下盘权的位置，现在盘权回到了国北教大哦。对，由背号10号的黄君志持续的控盘。现在是刘碧俊在守他。哦，台湾师大还是旁边喊的 A 跟 B， 就是一样 force middle， 让所有的飞盘可以往中间集中哦，不让他们只有打单射，是很好的去做进攻。哇，这个胡平的一个超节，对。重要的一个防守，好，看起来应该要让其他选手32号的陈星佑来处理。接起来，好，应该是有得分哦。对，刚刚防守的是廖赏哦，廖赏的经验可能就是相对的比较稚嫩一些。被一个 break 就打到了
左侧边的一个得分机会。对，所以台师大这一波的得分就稍微轻松了一点了。对，这个一个跨步就顺利找到了我们底线的选手，是攻下了第9分。好，得分是背号1号张廷瑞。好，9比7，那现在只剩下10分钟不到了哦。而且应该其实场上队伍是也还有暂停的。对，所以看起来台湾师大如果希望拿下这场比赛的话，这一分的防守分如果可以顺利的再得分的话，对他们相对比较保险。因为比赛时间剩下最后不到9分钟的时间哦。12号的邱子燕来开盘。那现在时间对于国北大比较不利哦，现在也一样取得一个1盯6区的情况哦。黄君志还是牢牢的被19号的蔡品义好牢牢盯住。对，廖宇彬再回给，好，廖宇彬持盘送出去。这个后场的几次传导也要小心哦。找到了黄君志，黄君志持盘了。黄君志，好，往后送。黄君志在刚刚画面的左下角。如果说国北教的选手是有长传能力的，黄君志走底去做个跑锋机会也是有机会的哦。因为毕竟他的身体素质是比防守他的选手来得更好一些。对，用另外一个想法让他来当诱饵，其实让他变跑锋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哦。对，因为他现在会一直想要回去接盘嘛。但是如果说大部分的设定就是你要回去接盘，我反而往后跑的话，会杀个对手措手不及哦。哦呦，也是在要落地之前，队长涂宇谦再把盘单手的举起来。颠倒盘往后送，钟家伟，好，这盘很快的往前传，找到了一个后面突袭的背号26号的吕乐恩哦。对，哇，这一分很重要哦，因为是攻下了第8分，没有让对方是取得2分领先。哦，其实你看到这个传盘的一个想法非常的好。原因是因为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在所有的控盘身上哦，包含了前面4位比较有经验的选手，反正后面一个突袭一个长传给的非常完美。常常被区域防守的情况下，我们进攻方都会放1到2个诱饵在最后面。那这2支的诱饵有的时候都是队伍里面相对资历没有那么资深的，或者他们经验没有那么老道的，我们都会叫他在后面稍微干扰一下其他的防守者。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常常给你，你只要唯一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盘接好就可以了。那刚刚背号26号的吕乐恩确实做到这一点，对，拿下了国北教大本场比赛第8分哦。又是1分的差距。庄家伟来开盘，台师大又剩下1分领先。我在国北还是记住他们的区域防守，因为他们的经历比较没有那么资深的情况之下，很多选手1对1防守可能容易被台湾师大的选手突破。通过区域防守全体的力量来一起的压迫他们的进攻机会。张廷瑞，好，假动作没有传。颠倒盘一个长距离的弱边，还是没有国北的选手去做一些干扰哦。所以这个颠倒盘还是有送到位了，找到了7号的王义安。所以长距离的颠倒盘的弱侧边在守区域防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防守选手去做一些干扰，避免进攻方很容易的传过去哦。比赛要准备进入到第86分钟，颠倒盘送过去。接起来没有问题，陈新佑，好，非常靠近得分区域了。
张廷瑞，空间被带开了。在前进几码就有机会得分了。我看起来台师还是非常的冷静哦，对每一片盘的处理都是相当小心翼翼。对，因为在这个时间点，这一分拿到，有可能就可以拿下本届公开男子组的季军了，所以这一分相当的谨慎。好，送出去。其实台师下半场还有暂停可以使用哦。其实在得分线前面喊出一个暂停，或许可以布阵第10分的来临了。对。好，这分有办法拿到吗？颠倒盘送出去，找到了张廷瑞。张廷瑞往后给。防守方国北交大也守得非常的好，对，不过用个4个人的区域防守，让整个进攻缓慢下来。比赛剩下最后的3分钟，对，因为按了2次的喇叭，非常靠近自己的家门哦，但是这一分哦，第10分还是没办法拿到。现在台师一样，他维持4个控盘的 header offense 哦，让他们4个控盘持续的在做一些进攻导传，不强求一片就要得分哦，不断的导传，消耗国北交大的防守的人体力哦，对，但也避免这些接盘的失误产生哦，因为现在场地还是下着雨哦。陈思翰。颠倒盘送过去，找张廷瑞。他们在家门口大概已经花了2分钟的时间哦。对，其实后面进攻就是左转右，右转左。对，其实后面都有一些队友是可以接盘，但是可能进攻者并没有注意到。而且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想做 give and go， 没有做出来。哇，这一盘真的已经进行，应该说这一个回合进行了非常久的时间了。颠倒盘送出去，好，差一点点了，胡平，胡平再往后给，这一分就是还没有办法得到哦。可是国北交也要注意一下时间哦，因为现在时间剩下最后的1分钟左右，如果这一分被拿下来，领先2分，时间到的话，比赛就结束了。所以他们的防守可能要再想办法做一些抄截。对，因为你现在一直防，但是没有结果，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哦。这一个进攻也真的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就差一点点了。好，这一盘传过去，单手接起来，12号的邱子燕。哇，现在防守方刚廖场是不是直接倒在了地上啊？已经拼尽了全力了。看一下刚刚这个王一安的传导。哇，这一传有可能就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了。对，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大会这边的鸣笛声也是响起哦。最后，台湾师大以10-8拿下本届大专杯的第3名，是，也非常恭喜他们。所以看起来这个台师大的防守上面的改变哦，是不是决定这场比赛的命运呢？是，他们上半场刚开始被那个黄君志一个人突袭了5分哦，到下半场比赛的时候，他们做一些防守上的调整，其实有效的抑制了国北交大的一个进攻的机会，所以让他们在最后的比赛可以拿下这场比赛胜利。好，再度的恭喜台湾师大。那我们在下一场的季军战呢，
对战组合依旧是台湾师大跟国北教大，不过下一场已经是女生组的季军战了，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